G7峰会上上演了一幕极具讽刺的场景，拜登带着核武发射箱来到了曾经被美国和平过的广岛，这客观上呢就是对日本的羞辱。美国根本是看不起被自己核武驯服的日本，但是日本真的就被驯服了吗？基辛格预测呀，日本5年内会拥有核武，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G7峰会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它已经是逐步的政治化了。这个G7组织已经从一个经济组织开始在美国的操作之下啊，从世界最富有的这个经济俱乐部转变成遏制对抗中国的工具。日本呢是这个G7中的异类，美国呢是一直把日本当成一只恶犬来养着。那在需要的时候呢，那就要把这只恶犬放出去，让它扑向中国。那最近呢，基辛格就发表了观点，认为日本将会在5年内拥有核武器。其实说基辛格的重点呢，他并不是在说日本。基辛格这次谈话呢，他是在说美国啊，在对抗中国就会出现这个现有秩序的世界改变，产生巨大的灾难。那么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机，日本变成核武国家就可能是这种危机之一。不管美国是在日本部署，还是日本独立的去研制装备核武器，本质上其实都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它必须用核武来维持它的霸权了。美国当然也知道只有拥有核武这种毁灭世界的能力，才有可能制定世界的秩序，从中获得暴利，这就是美国霸权的红利。美国的霸权呢，就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也是它最核心的资产。美国当然不能允许日本发展核武器了，但是当美国发现自己国力不振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那怎么办啊？那当然就要释放出它盟友的能力，那日本就是它很好的一个工具美国很有可能在力不从心的时候，在核武问题上纵容日本。这在基辛格看来这个趋势的可能性非常的大，至少基辛格很不乐观。咱们不管日本以哪种形式拥有核武，首先意味着对美国所掌控的那个所谓秩序的一种冲击，继而呢会瓦解美国的霸权。如果日本可以变成有核国家的话那么请问朝鲜可以不可以？伊朗可以不可以？其他的国家可以不可以？那二战之后以热核武器为根本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那它会怎么样呢？如果说这套秩序崩溃了，那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美国一定会被反噬。美国纵容日本日本其实一直也想借此恢复它成为所谓正常的国家。那日本呢，它就要帮助美国来遏制对抗中国，所以日本对美国的这种羞辱对美国的这种各种钳制它是默不作声日本是真让美国给打怕了，毕竟2颗原子弹投在日本，这一点是对日本是巨大的震撼，并且留下了这个深刻的这个伤痕在心里边日本是真的怕美国。第二呢，你别看日本现在是表面上逆来顺受，实际上呢，它其实是暗中有盘算的。你想想如此能屈能伸，比那个宁折不弯，它更可怕。美国总认为当年他用2颗原子弹就驯服了日本，因此呢，可以纵容日本拥有核武器，以加强美国的威慑能力。美国能牢牢地控制住日本。这个美国还是太年轻了，还是不了解这个历史，不了解日本的性格和本性。美国真的是出现衰弱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会被日本反咬一口。